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台一直期待的旗舰级高性能迷你小主机 Milis Forum 明凡 HX99G。这个型号装置了锐人9 6900HX 移动 CPU， 并同时装置了 8GB 的 AMD Radeon RX 66M 独显，双通道 DDR5 内存4800兆赫兹，双 USB 4.0 和双 PCIe 4.0 NVMe 接口，视频显示输出最高 8K 60赫兹， 2.5G 网卡加 WiFi 6E。 打开来看一下，这就是主机 205×203×69.3 的大概 2.8 升的体积。主机和所有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HDMI 线缆、立式摆放支架、螺丝。最重要的是这电源是9伏 13.8 安，一共 262.2 瓦的功率。对迷你主机来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大功率的电源适配器。我们把小主机拿起来，这肯定算迷你电脑的大块头。机身接口，前面板 USB 3.2A 口，耳机接口，麦克风接口 USB 3.2C 口，只支持数据，不支持显示输出和充电。电源开关键。后面板是9伏电源接口，双 HDMI 2.1 接口，双 USB 4.0 接口，3个 USB 3.2A 口， 2.5G 网络接口。给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开箱的时候当时正在扬中，结果做到这里就昏睡过去了，所以后面的机内接口就没有拍摄。 HX99G 和 HX90G 内部接口外形完全一样，不过睡醒了还是要努力工作的。撕开2个胶条，取下4颗螺丝，打开底盖，再取下4颗螺丝，取下保护钢板。我们来看看机器内部的接口。双 DDR5 内存插槽，取下一条来看一看，一面是有散热马甲，一面有散热硅胶垫，这是我看到的内存最好的散热结构了。这里是一条 PCIe 4.0 的 NVMe SSD， 另外空着的也是 PCIe 4.0 插槽，这是 WiFi 6E 无线网卡。好了，所有的接口都在这里了，我们把机器复原装回。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Milis Forum 明凡 HX99G 6900HX 加 6600M 独显迷你电脑。我们先来看看显示接口。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8比特 RGB 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这是 HDMI 2.1 的最高输出。USB 4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10比特 RGB 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在我们这台显示器 DP 接口超频到160赫兹后，明凡 HX99G 迷你小主机的 USB 4能够支持 4K 160赫兹的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输出，这非常棒。我们来打游戏，我最喜欢的地平线5，首先使用 2K 超高画质，开2倍抗锯齿。
通场景平均80-90帧。我们来飞一把吧。太刺激了！切换到 4K 高画质，同样开2倍抗锯齿。差不多60帧出头也能玩啊 ，4K 场面要显得更大一些。最近在《地平线5》上耗费了很多时间，感觉这块8G 的 RX66M 画质真的不错。英雄联盟我们直接拉到 4K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160帧左右，比上周的 680M 核显要高100帧。还是独显强。原神 4K 中画质。跑起来60帧纹丝不动，这就是当前迷你电脑非常优秀的 RX 6600M 独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非常好。当然，我们也跑了 3D Mark 测试 ，TimeSpy 图形得分8280。是680M 核显的最好成绩的3倍多。Geekbench 5图形测试 ，OpenCL 得分78254，Vulkan 得分46097，Filestrike 的记录也放在这儿，23998。接着我们看看 Radeon RX 6600M 独显的视频解码能力。是的。它最高能勉强硬解本地 8K 60帧 HEVC 视频 ，CPU 平均占用3%，GPU Video Codec 0平均占用100%。YouTube 4K 60帧 VP9 视频流畅播放 ，CPU 平均占用5%，GPU Video Codec 0平均占用75%。Ryzen 9 6900HX CPU 是 AMD 移动 CPU 的旗舰产品。我们想要测试 CPU 的生产力表现，继续使用 Arctime 添加字幕，并转码输出 MP4 视频文件。这是我们制作的畅网 5825U 的原始不带字幕的视频。我们用 HX99G 的 Ryzen 9 6900HX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这里是100%使用 CPU 转码。
最后结果是12分56秒，共计776秒。对比一下，其他顶级的 AMD 和 Intel CPU 基本也在800秒左右，它是目前最好的 6900HX 的成绩，仅仅弱于英特尔 i9-12900H。接着我们来进行 CPU 测试， CPU Z 多线程 6254.9， 单线程 665.1， 比较一下 UM690 的 6900HX， 多线程 6229.2， 单线程660，而 Mofan M600 的 6900HX 的成绩，多线程5713，单线程628， Geekbench 5多核9546，单核1612，比较一下 UM690 的 6900HX， 多核9510，单核1625，而 M600 的 6900HX 的成绩，多核9824，单核1602。Cinebench 223多核13834，单核1616，比较一下 UM690 的 6900HX， 多核13319，单核1604，而 M600 6900HX 的成绩，多核13073，单核1577， Passmark 多线程26083，单线程3575，比较一下 UM690 的 6900HX， 多线程25726，单线程3571，而 Mofan M600 的成绩，多线程25394，单线程3479。综合上面的比较，我们发现 HX99G 6900HX 的性能是所有 6900HX 中最强的。最后看娱乐大师，总分1310832， CPU 得分611514。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给小主机跑了 3DMark TimeSpy 的压力测试，以总分 98.3% 的稳定帧率通过了。最后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一开始就冲上了65瓦，整机功耗98瓦左右，但只维持了几秒就下滑到 CPU 功耗54瓦，整机功耗只有接近85瓦。CPU 频率由一开始的 4.2GHz 掉到并稳定在 4GHz， CPU 功耗54瓦， CPU 频率 4GHz， 一直维持了7分钟，温度缓慢上升到67度。7分钟以后 CPU 继续降频，功耗从54瓦降到了45瓦， CPU 频率也从 4GHz 降到了 3.8GHz， 温度也降回了64度，整机功耗也降到了75瓦。单烤 FPU 测试了15分钟， CPU 功耗一直维持在45瓦， CPU 频率 3.8GHz， CPU 温度保持在64度，这个 TDP 策略算是非常保守的。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这块金士顿 PCIe 4.0 NVMe SSD 只达到了 PCIe 4.0 的入门级别，建议大家可以买准系统来自己配置内存和 SSD。我给大家推荐咱们国产的智泰7100。下面我们测试一下 USB-C 接口的数据传输能力，跑上了3000兆比每秒。不过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其中一个 USB 4.0 接口已经是满血的 4K 160Hz 10比特 RGB 非压缩信号输出，在另外一个 USB 4.0 接口是同时测得的，意思就是我们有2组满血的 USB 4.0 接口，这和小米迷你电脑2组雷电4只能1组满血有天壤之别。 HX99G 好评啊！我们还测试了 HX99G 小主机的 WiFi 网卡，跑到了80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了 2.37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Milis Forum HX99G 装置了 Ryzen 9 6900HX， 在 Windows 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CPU Z 最高功耗 100.2 瓦，单核满载功耗53瓦， Geekbench 5最高功耗 101.8 瓦，
Cinebench 最高功耗 101.6 瓦 ，Passmark 最高功耗 102.9 瓦，娱乐大师最高功耗 179.4 瓦，室温 19.3 摄氏度， CPU 待机温度 33.5 度， SSD 待机温度34度。这台小主机待机时风扇没有噪音，非常安静，我就没测试了。CPU 满载时噪音是40多分贝，非常好。保留节目是我们给 Ryzen 9 6900HX 运行 OpenWR 测试。AES 725,172 X220 414,258 Core Mark 396,891。在 Core Mark 成绩上，这台 HX99G 仅次于同门的 UM690， 还有 12900H 的 S600。 Milis Forum 明凡 HX99G， 它装置了旗舰级别的 Ryzen 9 6900HX CPU， 这个 CPU 是2020年最强的 AMD 移动 CPU， 而 HX99G 上的 6900HX 的表现是我测过的所有 6900HX 最强的。它有 DDR5 双 PCIe 4.0 NVMe 两个满血的 USB 4双 HDMI 2.1， 接口方面也是最强的，而且它还有 8G 显存的 RX 6600M 独显，在显卡图形能力方面也是我测试过的所有迷你电脑最强者，所以我认为它就是整整1年来我们所测试的迷你电脑的王者，当之无愧。不过目前我发现的唯一缺点是，请大家仔细看，这是 HDMI 2.1 接口，显示已连接到 AMD Radeon RX 6600M 上，直接连接到我们的独显上了。再看 USB 4接口，上面写的是连接到 Radeon 核显，不是连接到 RX 6600独显上，这就是我发现的唯一毛病。USB 接口并没有独显直连，这种情况在 Windows 下正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安装黑苹果，我们必须需要独显直接连接在 DP 或者雷电接口上才能开始安装，所以我们期望的黑苹果流程就卡在这里了，这让我非常失望。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希望以后能有所突破。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